好香啊！我回来了。回来啦！我今天碰见我哥了。我知道啊。你知道什么呀？我还看见我小哥了。啊？应该说，昨天我就看见我哥和小哥了。昨天，那个抓我胸的变态，就是我小哥。变态！这也太精彩了！去国外几年回来，突然变态啦！哎呀，误会。哎呀，我哥昨天知道了这个事儿，就赶去了派出所，所以我们仨就这样碰面了。我想着说偶尔见一下也没有关系的呀，但是我今天我又见到了，而且他还说他要搬到我们对面。啊，多好的事儿啊！你说是不是？好什么好呀？好尴尬呀，头皮发麻的那种尴尬。我们现在坐在一起都不知道该聊什么。是啊，谁说不是呢？你们别胡说八道的，有什么不熟啊？不是经常通话吗？也没有经常，就是偶尔发发微信，都说的是你吃了吗？吃什么呀？注意身体，别太累，全是这种车轱辘话，就特别模式化。那你要是坐在一起，这些话都不够说的呀。我现在跟我那些初中同学见了面，就听他们聊孩子，也没话说。那是你们没有生活在一起。那个人回来了，总比没回来的强，对吧？可是，这么说吧，就好比是2罐黄桃罐头，你一看日期吧，过期了，但是你要尝一尝，也还能吃。但是这不是边吃边别扭吗？这过期的东西肯定是不能吃的。哎呀，头疼！你别踹我！哎呀，疼！牙龈发炎有一个周期，这2天吃饭记得漱口吃消炎药。哥，您打算什么时候搬过来？我订的房子被房东租给他亲戚了。对面搬来一帅哥，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咋比得上月亮的进度条啊？都直接看见人家的裸体了。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别瞎说。是你自己说的呀。哎，看见男主洗澡的经典桥段，在偶像剧中都是无法超越的经典。我在电梯门口的相遇根本没法。啊，不，其实我是想要把他赶走的。赶什么走啊？人家亲戚租的房子。这小区应该还有别的房子出租吧？那不是没有合适的吗？再说哪有咱们对面方便呀？按秦明月的说法，那个外甥应该是一个人住，但那是2室的房子，刚工作的人一个人负担房租应该也不容易吧？你是想要合租？对。好，那我去帮你说。我去，不能再给你们制造见面的机会。我去化妆。大晚上你化什么妆啊？我美死他！这位邻居，你好。唐灿，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，你居然是我的邻居。我去，他怎么知道的？上次在电梯口遇见，我就觉得你特别眼熟，大意了，很像我下一个男朋友。干什么袭击我？喝了酒。
怎么是你？那房子本来被租出去了，我就找朋友跟房东问，给他加钱，必须加钱。别人租3000，我给他4000。要是有人来呢，我就说我是房东的亲戚回来工作的。结果完没骗过。有人真了不起啊！嗨，我这不就是为了离李尖尖家近点，方便照顾他吗？之前那个房子是我租的，你租的？那上午那女孩……老天保佑，还好不是我。哦，原来你说那个……你居然冒充房东亲戚，性质恶劣，为所为闻，简直令人发指！大哥，你怎么老自己进来呀？我有密码呀。就是我刚刚泼你水，我想跟你道个歉，对不起。啊。但是我就是想来跟你声明一下，今天我跟你说的话，你一个字都不许告诉林笑。为什么呀？你喜欢他就应该跟他说清楚啊。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反正你不许跟他说啊。如果你要跟他说的话，我就说你生理有缺陷。你这不是造谣呢吗？反正这屋就我们2个人啊，我说什么都行啊。我记得你高中不是这样的人啊。干嘛？等一下，可以进来吗？当然可以啊。林香来了，好好聊啊。啊，去吧。还不错。现在是我家了，我们合租吧。你要是求我的话，我可以考虑一下。求你同意。过2天我搬过来。帮你搬行李啊？不用了，行李不多。哎，等会儿，这房租咱们得要回来吧？当然，哥不能让你白白给别人当外甥啊。他多出的房租，咱们1分不少的要回来。不是，谁是外甥啊？都几点了，该回家了。不困，陪你待会儿。等儿子就说等儿子，少拿我说事儿。等他干什么呀？这回都回来了，不是什么时候想见什么时候见。真想见呐，甭让孩子住外面了啊，搬回来挺好啊，天天见。哎呀，还是住出去吧。我这些年啊是住毒了。哎呦，这铆钉的回来这么大一小子，成天在你眼前晃来晃去的，我这看着你都心烦。烦，我这光看你这嘴角上咧后耳根子哪儿去了？抬脚。哎，这个我倒觉得凌霄啊，跟那个尖尖结婚，哎，挺好的事儿，般配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这还包办婚姻呢？什么叫包办婚姻呀？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。哎，我看那小子对尖尖有意思。嘿，哎呀，我说你是不是被钱一传染了，也想当媒婆啊？我给你摘一痦子得了。李爸，哎，回来了。爸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明天一早不是还得上班吗？我早就想上去了，你爸非拉我在这陪他聊天。对，我空虚寂寞冷，非得让你陪。哎，你站着干嘛？赶紧回去吧，早点睡觉。回去吧。
啊！还有点没打扫过来。别，刚擦完，别踩脏了。你赶紧回家吧。就是你说你站着也碍事儿，那赶紧回去洗澡去啊！我一会儿就回去。好，先回去了。哎，怎么还说孩子碍事儿？嗨，我这顺口一说，情商太低。说谁情商低呢？你情商才低呢！你倒是自己蹦出去啊！别给我踩脏了。你也就这点小伎俩智慧。难道就这样一生生的错过了吗？想太多了吧？说不定人家都结婚5年，儿女双全了。真是该出现的不出现，不该出现的扎堆儿出现。谁是不该出现的？你这么说就过分了吧？人家好不容易回来团聚呢，还团聚呢。兄弟姐妹长大了，本来自然就要分开，尤其是结婚以后，各自组成各自的家庭，那就变成亲戚了。搞那么热络，还住那么近，有必要吗？有必要啊！兄弟姐妹感情好的有的是啊，住在一起也互相帮忙嘛。你给我举个例子，兄弟姐妹感情好，结婚了之后还如胶似漆的例子。这语文学的还如胶似漆呢。请举例。举不出来吗？我想不出来，就代表没有吗？像李尖尖他们家这种情况确实少，但是有啊。你不能太武断了。我武不武断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当事人怎么想的。人家还没说话，你一个人演全场，合计这好人全是你当了。李尖尖，你也这么想的吗？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了。不是，你听听。但是我觉得火山姐说的也对。你听听，不许两边倒，心里怎么想的？哎呀，我们以前感情的确是很好，但那不是年纪小玩在一块儿吗？可是后来，我还在上学的时候，我的确是期待过，我期待他们哪次放假能回来一趟，不也没回来吗？慢慢的也就忘了。那现在他们突然一下回来，弄得我很不自在，我很尴尬，就是感觉特别陌生，跟之前的感觉都不一样。他们走的时候你才高2，你想想我们那些高中同学，要现在见了面，可能名字都叫不出来。但是这跟高中同学能一样吗？所以我现在才特别难受嘛，我别扭死我了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要是不好好相处，我爸和林爸肯定就不开心。火山姐刚刚给了我一个启发。什么觉？什么启发？跟你们说啊，我每次跟我爸回老家祭祖，那些亲戚啊，越是不认识的，越是不熟悉的，他们越热情，越和气。那我要是把他们俩当成几年不见的远房亲戚，不就好了？对，就跟我面对客户一样，人生如戏，全靠演技。改天我给你培训一下。远房亲戚，这怎么操作啊？很好操作呀，热情、客气、笑，3个要素。好，我已经理好了，回去睡了。哎呀，明天我就给我的那2个远房亲戚打电话回家吃饭，让我2个爸爸都开心开心。哎，早点睡，臭。瞎出主意。你才是。来了。回去。
这么早啊？上周五是林爸的生日，但是他加班，我们就忘了给他过了。今天我给我爸打了一个电话，我们打算晚上跟他补过。你蛋糕做的这么好，要不要展示一下？哦，好。那所以在今天晚上之前，你要不要告诉他们你已经回来了？哦，是。 OK。你不会还想着要给我爸惊喜吧？不用，你只要正常回去，他们就惊喜的要死了。是吗？那你惊喜吗？惊喜啊！我特别惊喜。我去工作室了，我们回见。啊，那我晚上去接你啊。不用，晚上见。路上注意安全。你不会还想着要给我爸惊喜吧？我爸？什么意思？学姐，我是不是应该谈个恋爱了？应该啊，是吧？你想啊，你都25岁了，天天蹲在木头堆里头，连个恋爱都没谈过，太不艺术家了。好像也是。什么叫好像也是啊？就是。你看你最近灵感都枯竭了，也没什么创造力了。爱情这个东西吧，它有时候能带给你那种新的刺激。你看那些男性的艺术家，不都是以女朋友为题材创作的吗？好像有道理哎。哎，不过你身边什么时候出现了我不认识的男人了？网友，网恋啊？太不艺术家了啊！不是网恋，是网友。你知道的，我认识了好多年那个然。他啊，这回艺术家了吧？太艺术家了。见过面了？没有。上次我们不是约在展厅见嘛，后来闹了个乌龙，我就去了派出所，就没见成。很好。但我觉得他不太行。为什么？我从他的作品里呢，感受到了他对女性的那种近乎神话的崇拜感。这种崇拜感是很美，但是特别脆弱。以我多年的恋爱经验来看呢，像他这样的人，应该会长得特别丑。哎，听我的吧。先看照片，必须得是那种前置摄像头无美颜的那种。干活了。